命由八字先天定，运由风水起波澜。我是三亮道人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，掌握命理与气场能量，帮助您趋吉避凶，福运相随。如果您有问题，欢迎加入我们交流群免费咨询，或者呢，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。在风水学中，住宅周边的变压器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一定负面能量的存在，这主要是因为变压器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场，而这种电磁场不仅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，还可能在风水层面扰乱家宅的气场和能量流动。如果您的住宅附近有变压器，就需要采取一定的化解措施，以减少其对家庭和谐、健康以及财运的潜在负面影响。以下我根据风水学，对于这样的风水环境如何化解进行解析。首先，风水学是一门研究环境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传统学问，其中强调气的流动和和谐。在风水中，煞气通常是指阻碍或破坏气场流通的因素，而变压器因其体积庞大、外观生硬且长期释放电磁场，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煞气来源。电磁场在风水学中属于无形煞，它不同于看得见的建筑尖角或道路直冲等形煞，却同样对住宅内的气场产生影响。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，居住者的健康、财运和人际关系可能受到不良影响，尤其对于小孩、老年人或体质较弱的人群，其负面效应可能更加明显。变压器对住宅的影响取决于其具体位置和距离。如果变压器位于住宅正前方，风水学中称之为正冲煞，这种布局容易导致住宅整体气场受阻，不仅影响家运的稳定，还可能引发居住者的事业受挫或健康问题。如果变压器位于住宅的左右两侧，虽然冲击力相对较弱，但仍可能造成家庭内部关系紧张，或者使得财运受阻。如果变压器位于住宅后方，虽然传统风水认为后方有靠山是吉利的，但变压器因其释放的电磁场属于恶煞，仍需特别关注。为了化解变压器带来的风水问题，可以采取多种措施，从物理遮挡、植物化解到传统风水吉祥物的运用，再到现代科技的辅助，每一种方法都需要结合实际环境进行调整。第一种方法是利用植物进行化解，这在风水学中是较为常见且自然的方式。在住宅与变压器之间种植高大且茂密的植物，可以起到物理遮挡和净化气场的双重作用。植物被视为具有生气的象征，它们通过吸收周围的负能量并释放正能量，从而改善住宅的整体气场。特别是常绿植物，例如竹子、松树、桂花树等，被认为是风水中最有助于提升能量的类型。这些植物不仅四季常青，象征着生命力的旺盛，还能有效阻隔变压器释放的部分电磁场，从而减轻其对住宅的负面影响。种植植物时，要选择合适的品种与布局，既要注意植物的生长需求，也要考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。例如，高大的松树和竹子可以形成天然的屏障，但种植时需要与变压器保持适当的距离，避免植物因吸收过多电磁辐射而生长不良。桂花树则可以作为点缀性植物，其浓郁的香气也有助于增加环境的和谐感。此外，植物的种植与维护需要保持持续性，确保它们始终处于健康状态。枯萎或死去的植物可能成为风水中的病气源，不仅无法化解负面能量，反而会加重煞气的影响。因此，及时修剪、浇水并保持植物的整洁尤为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空间允许，还可以搭建一个小型的绿化带或花园。这种设计不仅能进一步阻挡变压器的负面气场，还能提升住宅的整体美观性，为居住者带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。
风水学中提倡以生克煞，通过引入具有生气的植物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变压气带来的不利影响。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传统风水物品来化解变压气的煞气。风水学中有多种常用工具可以用来驱邪避煞，其中最为普遍的便是五帝钱、八卦镜和葫芦。五帝钱由5个清代武帝时期的铜钱组成，被认为具有强大的护佑功能。这种风水物品通常被悬挂在住宅的门口或窗户上，尤其是面向变压气的方位，用以吸收负能量并转化为积极的气场。五帝钱的使用相对简单且不显眼，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化煞方式。八卦镜则是一种具有反射功能的风水工具，可以将来自变压气的煞气直接反射回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八卦镜的使用必须非常谨慎，其摆放位置和角度需要经过专业风水师的指导，确保不会将煞气反射到周边的住宅或公共区域，否则可能引发邻里间的矛盾，甚至更大的风水问题。对于八卦镜的材质，建议选择金属材质的凸镜或凹镜，这样可以增强其反射效果，同时耐用性也更高。葫芦在风水中被认为是吸纳和化解负能量的理想工具。传统的葫芦制作材料为天然葫芦或铜制品，这两种材质在风水中都有很高的化煞效果。可以将葫芦摆放在住宅内部的靠窗位置，尤其是面向变压气的一侧，以吸收进入室内的负能量。葫芦不仅能够化解煞气，还能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运势，其独特的寓意深受风水爱好者的喜爱。第三种化解方法是调整住宅内部的布局，这是一种从内部优化气场的方式，尤其适用于变压气的位置与住宅门窗或卧室形成直接对冲的情况。风水学认为，煞气进入住宅的主要途径往往是门窗，因此在这些区域增加屏障可以有效减少煞气的侵入。例如，摆放屏风是一种常见的方法。屏风不仅在风水中被视为阻挡负面气场的利器，同时也能为室内空间增添一种独特的装饰感。选择屏风时，建议以实木或竹材为主，因为这些材质在风水中被视为具有生气，能够进一步提升屏障的效果。此外，后窗帘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工具。面向变压气的窗户可以安装带有隔热和隔音功能的后窗帘，不仅能够减少煞气的进入，还能起到隔绝外部噪音的作用，从而为家庭带来更加安静和舒适的居住环境。在家具的摆放上，需要尽量避免床、沙发或办公桌直接面对变压气的位置。长时间处于这种布局下，居住者容易感到精神不振或健康受损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调整家具的位置，将床或沙发摆放到气场相对稳定的区域。此外，可以在室内适当添加一些具有风水化解功能的物品，如水晶球或风水摆件，进一步优化住宅内部的能量流动。在风水调整之外，居住者的心态也至关重要。无论环境如何，积极的心态与和谐的家庭关系都是提升运势的关键。如果居住者因变压气的存在而感到过度担忧，这种负面情绪本身就可能进一步影响家庭氛围和个人状态。因此，除了采取外部化解措施，也需要注重心理上的调试。可以通过增加家庭互动、开展休闲活动，或加强自我健康管理来提升整体家庭的和谐感。从购房或建房的角度来说，尽量避免选择靠近变压气的地块或房屋是一种最直接的解决办法，特别是距离变压气不足10米的住宅，因其电磁场强度较高，可能对居住者造成显著影响。如果已经入住并难以更换房屋，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结合风水学和现代技术进行针对性调整。总而言之，住宅周边有变压气，虽然在风水中被视为一种不利因素，但并非无法化解。通过种植植物，利用风水吉祥物，
调整室内布局，以及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变压器对住宅的负面影响。同时，还需要根据住宅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化解方案，以确保这些措施真正能够发挥作用，打造出一个健康和谐的居住环境。